好，我们今天还是画那个尺寸啊。我昨天是用一张4尺的纸裁了2张这么大的一个尺寸，这个是69啊，长是69，这个高是69，宽是52，然后还是一样，我们找到中线的位置，我们还是画瓶子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也是一高一矮哦，也是这个地方一个瓶子啊，这个地方一个大的一个瓶子，然后这里画花，画多少朵，我们就要看情况，能够放下多少朵我们就画多少朵啊，能放多少朵就画多少朵。当然我现在可能画的比较多啊，实际上可能画不了这么多。然后在这里可以伸出来一点点这个叶子什么的啊，这里也可以伸出来一点叶子或者是什么。然后这个后面再来一个啊，昨天的那个长方形的是在前面，今天这个和这个长形的一圆一长，它也形成了一个对比关系。然后这上面再来一点其他的花，其他的花种，其他的花类，我们看一下画什么啊？待会儿我们画到最后再来看啊。我现在也没想好画什么。到最后我们再来看画什么，好不好？大概这样子一个构图，跟昨天那个稍微有一点点区别，但是差不多啊。好，大概这样子一个构图。那这个花的颜色的话，昨天是已经找了挺多的。这个花的话，那我们有些家人说想看绿色的，我看一下有没有绿色的花，好不好？绿色。这个也不是几尺几开的，这个比4尺3开的要稍微大一点点啊，比4尺3开的要大一点点。这一朵怎么样？这一朵怎么样？来，一起分解一下颜色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不能画一个朝下的，因为我们这是瓶子，要朝上，所以我们得要把它掉一下头啊，把它掉一下头来画。我们今天就第一朵花分解颜色，后面的花还是到时候写吧。直接写上用什么颜色。后面的话要看配色啊，看怎么去搭配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写生的示范的这一朵花，可以先截一下屏哈。3、2、1，好，我们把它放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分解颜色。来，大家看到了什么颜色？大家看到这朵花有什么颜色？可以打在屏幕上，可以按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去看颜色。我们不一定要跟这个真花一样的颜色，我们可以自己去画自己心目中的颜色，好不好？太白加3绿加胭脂，这个是底色。我们每一朵稍微浅一点的花都要用到底色。然后第二个我们主要用的颜色，我们先用藤黄和这个3绿吧，藤黄和这个3绿调一个嫩绿色，再用这个橄榄绿也要用到橄榄绿。头绿我们也用一点点吧，头绿也用一点点啊，然后我们用一点这个交叉，这个底色的话，我再看一下，这个还要用一点点蓝色啊，这朵花还要用一点蓝色，用一点太青蓝吧，辅助颜色我们用一点点太青蓝。用一点太青蓝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一朵花第一朵花的这个主要的颜色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调色了。首先我们调底色，底色是这个太白3绿还有胭脂啊，太白3绿胭脂。
好，我们首先调底色啊，底色是太白、三绿还有胭脂。好，再加一点点水啊，再加一点点水。好，我们调完底色之后，刮掉多余的水分，放到一边备用啊，放到一边备用。这朵花我现在拿开了啊。好，把今天要用的颜色我们先来调一下，三绿加藤黄。三绿藤黄调和，然后橄榄绿、头绿交叉。藤黄加三绿，藤黄多一点啊，三绿少一点点。我们要调一个很嫩绿的颜色。这个头绿的话，我感觉这个头绿的颜色还是不是很行哎。头绿这个颜色还是淡了一点点啊，这个颜色估计还是要换啊，这个颜色可能是不行。头绿换掉啊，头绿还是用花青加藤黄，换成花青加藤黄，它也是这个绿色啊。然后最后这个交叉还是要，交叉还是要。头绿的话，我们把它换掉哈，不要头绿。所以我平时很少用到这个头绿这个颜色，我们用这个花青加藤黄调成一个嫩绿色。这个颜色的话，对，这个颜色的话会更加深一点点啊，颜色层次会更丰富一些。好，太青蓝放到一边哈，太青蓝是一个辅助颜色。那太青蓝这个颜色可用也可不用，用了之后它的颜色层次会更丰富一些，不用也没有关系。那我们要把这个颜色要调和一下。好，来我们调一下啊，先是把这个三绿和藤黄先调和，调成一个很嫩绿、很嫩的一个绿色。嫩绿色啊，这个是一个嫩绿色。嫩绿啊，待会儿我们看一下这个嫩绿行不行？不行的话，我们还要加一点，再加一点藤黄啊，再加一点藤黄，它还不够，藤黄不够啊，还再加一点点，让它更偏黄一点的黄绿色啊，再偏黄一点点的绿色，加多一点藤黄。好，调和之后，我们把这个花青和藤黄也调和一下啊，花青和藤黄。
你看花青和藤黄调出来这个绿，跟这个本身的这个头绿的颜色，它又是有区别的。这个绿会更深沉，它的颜色会更深，颜色更深一点。好，颜色调好之后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啊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我们开始调色，来试一下这个颜色。先把这个嫩绿色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肚看这个花瓣的大小调到哪里。那这一朵是一个绣球型的，那么绣球型的我们刚开始画的是比较小的花瓣，颜色可以不用调到那么上，就调到1/2，最多到1/2地方就差不多了啊。先调一点嫩绿色，然后调橄榄绿啊，然后调一点橄榄绿。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深绿色啊，深绿色刚开始的话不要太多了，一丁点就可以了，一丁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啊，试一下这个颜色，颜色可以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画了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，要调久一点，它的颜色才会更均匀一些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了啊，这颜色可以，我们可以开始画了啊。来，这张纸是这个69乘以52，比4尺3开要大一点。那还是一样，我们先找到这个中线的位置，这样子我们好决定我们第一朵花画在什么位置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配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朵花的位置，第一朵花的位置大概在哪里？大概我们先来定一下这个瓶子的大概位置，不用。哦，站起来啊，站起来。大概定一下这个瓶子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再开始画这个花。第一朵花我们画到这个，画到这里，画到这里吧。把这第一朵绿色的放到这里吧，放到左边一点点啊，放到左边一点。我看一下这个屏幕啊。好，我们第一朵花画在这个地方啊，亲爱的家人们。第一朵花画在靠边上一点点啊，靠边上一点点。来，我们开始啦，亲爱的家人们。首先，我们还是先调一点点嫩绿色，调点嫩绿色，调点嫩绿色。调一点点这个深绿色，调一点点深绿色。这个交叉的话，有的时候调，有的时候不调啊，我们要看情况啊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开始画，在这里开始画这个第一朵花，绣球形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绣球形就是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。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，你就像可以像写字一样，有横啊、竖呀、撇呀、捺呀，当然可以叠加层次，叠加层次每一层要有这个大小的这个变化，好不好？好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小的花瓣让它很小哈。我们这一朵花，它的绣球的特征是什么？就是大的花瓣很大，小的花瓣很小，让它形成一个这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关系。那我们现在画的就是这一朵花碎的一部分，就是小花瓣很小的花瓣的这一部分啊。好，调一点头绿。调一点橄榄绿啊，
好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任意的去组合。好，这里画一个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，最后面的这个大花瓣有一些让它伸展开来，包起来啊，包起来。来，笔尖上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，笔尖上有深色，这个花瓣才会更加有层次感啊，不然它的层次没有办法体现出来。好，包起来这些2个小一点的花瓣啊。2个翻展过来的包起来的花瓣啊，它是一个侧面的花瓣。好，在对面包过来一个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正面对我们的这个最近的这些花瓣先画了，然后我们从中间开始，这朵花是从中间开始画，慢慢往上延伸。这朵绣球形从哪里开始画？一朵花的正中间开始画，中间和上面的和下面的3个层次，每个层次它的颜色，花瓣的大小都会有变化的。注意这个层次的变化，层次的变化我们在课程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分解啊。没有看课程的分解，你可能就是看到这一朵花，总结的会有一点懵，总结的这老师这一朵花是怎么画出来的，就是想象不到怎么样去把控它的这个形，是不是？好，蘸多一点点这个焦茶，把这些空间的地方啊，这些缝隙。这些小的缝隙里面，我们没有画到的这些缝隙里面，加一点点最深的颜色，加一点最深的啊，加一点焦茶进来，让它的颜色更加有层次感啊。好，趁这个时候还没有干的时候去加进来，万一你等它干了之后，你这个颜色就融合不进去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先把这个深的颜色先把它放进来啊，先把这个深的颜色放进来。这个深色就是体现它的这个深浅变化的这个层次。如果说你没有深色的部分，整朵花它就会显得有点平了。好，然后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。那你看我现在画的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一些花瓣，很小很小的花瓣。那偶尔花瓣也要慢慢的大一点点。好，笔上没有底色，我们可以加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蘸一下底色啊，轻轻的蘸一下底色就可以了。蘸完底色之后，我们继续来调色，先调这个嫩绿色，然后再调橄榄绿，调橄榄绿，调了之后再调一点点这个深绿色。来，笔尖蘸一点橄榄绿。好，这个花瓣一层一层的啊，注意一层一层的花瓣也不要画成这个鱼鳞哈，要有变化，千万不要画成鱼鳞状啊。一点鱼鳞就是大家都是这个花瓣都是差不多大，但是我们要画着有大小的变化，就是要有对比关系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些花瓣我们去叠加，虽然说我们是一层层的往上叠，但是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个花瓣的一个变化，有大有小，有深有浅，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变化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些花瓣啊，随意的各种大小的这些花瓣，任意的去组合。
好，这些颜色如果不够滋润，你可以复一下笔啊，偶尔有复笔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笔上干了，我们来加一点点底色哈。这个时候我们要画上面的浅色部分呢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如果你笔上的颜色太多了，比如现在我的笔上的这个绿色太多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绿色去洗掉一下啊，在这个洗水笔里面去洗一下，保持这个笔上干净，我们画出来这个花瓣才会更通透，好不好？调完底色之后，刮掉笔上多余水分。那这朵花到上面来的话，这个花瓣的话要有一点偏蓝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太青蓝加一点到笔肚里面啊，把太青蓝这样子拉出来调到这个笔肚上面，因为我们要让这个颜色慢慢的让这个颜色透一点点出来，所以我们要拉出来，把它调到笔肚上面啊，在笔肚里面啊，在上面的地方。好，调太青蓝，然后调一点点嫩绿色，调点嫩绿色。调完之后是不是可以直接画呢？首先我们先试一下颜色吧，因为万一这个颜色调的太蓝了，哇，我幸好试一下，这个颜色上面调的太蓝了，太多了，所以把颜色变了，所以我这个时候又得去洗一下了，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下，你们自己在画的时候也是啊。你万一把一种颜色调的太多了，你再去画的时候，好，我们调一点太青蓝，调一点点就好了啊。再不要像刚刚那样调太多了啊，调一点点啊，调一点点就行了。调太多了，整个变成了蓝色。好，再来一点嫩绿色啊，来一点点嫩绿色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开始画。好，这个颜色，哎，这么多小的，我们偶尔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，
让它的这个小花瓣里面有这个大花瓣。调一点嫩绿色，可以调一点点橄榄绿啊，也可以调一点点橄榄绿进来。好，慢慢再去叠加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花瓣，有长的有短的啊。那我们随意的去叠加，这个每一个笔触它都是一个花瓣啊。我们要一笔一笔的画出它的笔触。好，笔尖补充一点点橄榄绿。这个颜色慢慢的在变浅的过程中，它的这个花，整个花的这个颜色的层次就体现出来了，看到了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去调色？就是刚开始的话，有一些家人可能是不能理解啊，但是你画完之后，你就发现啊，哦，原来这个颜色这么调，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？好，这些花瓣啊，这些碎花瓣，我们随意的去画啊，任意的去画。笔尖加一点点橄榄绿啊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这里画一些比较长一点的花瓣，蘸一点点橄榄绿啊。好，这里都是一些虚的花瓣，虚的花瓣我们就是去点哈，点出一些虚的花瓣就可以了。但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，颜色没有调均匀，你画的这个花就不滋润了啊。你画这种虚的花瓣之后，你就要快一点点，太慢了你就画不出这种感觉，这种笔触的这种感觉。所以这种绣球形最适合什么时候画呢？亲爱的家人们，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些笔会呀，大家要现场创作的时候，你就画它，你就听我的，就画它，你就很快的就可以画出一朵很鲜很美的牡丹花出来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你画一个包菜形，画一个塔式的，你这个画半天，这个别人都画完了，你还没有画完。来，这里加一点点这个橄榄绿进来，不要让这个颜色太飘了啊，有一点点飘。好，泛一点点蓝色啊，泛一点点蓝色，这里加一点橄榄绿。有的地方稍微让它有一点点深一点的，加点橄榄绿，加一点交叉。我们来找一点点，找一点点这个深一点的地方啊，找一下，趁它还是湿的时候去找啊，不要等它太干的时候去找这个深的点，这样子增强它的一个层次感。如果完全等它干的时候，你再去找这个深的地方，你就融合不进去了，颜色就飘起来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这个还没有干的时候，我们赶紧去找一点点比较深一点的这个层次，让这个花显得更加有层次感一点点啊。这样子可以让这个颜色融合进去啊。好，再来一点点橄榄绿啊，再来一点橄榄绿。找一些地方不要找的太平均了啊，找这个深色的地方也不要太平均了，这样子会显得整个花的层次会更明显。稍微有一点平均哈，你看这里分布的有一点平均，我们怎么判？我们只能去把它密的地方加的更多呀。你看这里这一个都很平均，怎么办？我们把这里再加一点，让这个地方的这个点更密一些啊。好，让这个深的这个点更密一点啊。好，让这个深的点更密一点。
好，这里让它更多，那这里它就不会散了。好，好，我们继续啊，继续。继续，我们画底下的，现在我们要开始画底下的这个大花瓣，亲爱的家人们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画这个底下的这个大花瓣啊，底下的大花瓣啊。底下大花瓣我们还是一样的啊，要调一点嫩绿色，调一点嫩绿啊。哎，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先来补充一点底色进来。先来补充一点底色，然后我们先调这个嫩绿色啊，我们先前调好的这个嫩绿色，调了嫩绿色，调橄榄绿啊，调橄榄绿。我们现在画大花瓣，要把整个笔肚按下去，把颜色调上一点，你基本上要调到这个笔根这里来，这个大花瓣才会够大。然后调一点深绿，调一点深绿，笔尖调一点深绿色。底下大花瓣深绿也可以调多一点，然后这个交叉也可以调多一点哈，交叉也可以调多一点，让颜色更深一点啊这一块。好，这个大花瓣啊，大花瓣。好，这个先来一个大花瓣出来。好，我们这里再来一个。一个大花瓣画完，笔上底色就没有了，我们要去补充一点点啊，补充一点点底色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个卷起来的花瓣啊，在这个地方再来画一个卷起来的花瓣。先画一个，要画一个卷起来花瓣，我们先画一个反瓣，然后还是一样调色。现在这个颜色一定要调上一点啊，调到整个笔肚上去，让颜色更饱满一些。然后调这个深绿色，交叉的话，有的时候可以不用调，有的时候可以不用调。好，这个卷起来的花瓣啊。画大一点啊，好，再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笔尖补充一点颜色。好，这些地方都要小心一点。我们现在画的是小写意，小写意它就是小写意跟大写意的它是有区别的。小写意我们就更加具象一点的去表达这个物象的一个特征，那大写意的话就更加概括一点点。就我们这种风格就是小写意风格，它就比较这个接近这个实物一些。当然这个花型的话，我们最后画完再去调整它的一个花型。现在刚开始你就大胆的画，按照你的想法去哪里需要有花瓣，我们就去画哪里，最后我们再去整体的去调整它。好，中间这里更深一点点啊，更深一点，我们再把这个，好像这个反瓣始终是这个反瓣太浅了，太深了一点，所以它不是很明显。因为笔上是颜色调的比较上。好，再来一个反瓣，还要再继续包起来一个，再继续翻展过来。这个花瓣继续再来画一个翻展的花瓣。那我们翻展花瓣，我们还是要水分要补充充足啊，这个底色要补充充足，因为画这个大花瓣啊。画这个大花瓣，笔肚里面如果干了的话，等一下一个花瓣都画不完，这个笔上就没有颜色了。好，来补充这个颜色，把颜色调到整个笔肚。这个时候我们的盘子就要贴着这个笔，把颜色往上晕，往上调哈，往上调，调到整个笔肚上都有颜色，然后再调这个深绿色。
这个花瓣它是底下的花瓣，所以这个深绿色也可以更深一点哈，把颜色调得更深一点啊，更深。这个花瓣应该是这个花头里面最深的这一个颜色，所以我们把深绿色多调一点点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往上调哈，往上调，让它由深到浅的一个渐变，然后笔尖再来一点点这个交叉就可以了，交叉不需要太多了。好，这些卷起来的花瓣它不是说很好画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大笔一挥直接把它画出来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哈。好，这让它，然后这边我们还要去刻画一下它的一个形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啊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。补充一点颜色，继续补充这一边啊。好，这个大花瓣啊，这个大花瓣，它好像走势会有一点点不好看。我们把它的走向改一下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深一点的颜色，把它这个花瓣的一个走向改一下，走向改一下，因为花心在这里，这个花瓣不应该从这里长出来，把它的走向重新改一下，这个走向有一点点不好看啊。从这里出来，从这里出来它会更好看一点，好不好？不然它这个走向就稍微有一点点奇怪了啊。好，把它的这个花瓣的一个走向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这个底下翻展过来的这个大花瓣，两个花瓣它都有一点点翻展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花瓣啊，下一个花瓣我们怎么画？我们不要再画这个翻展的，我们直接画这个大花瓣了，直接画这个大花瓣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笔肚上的颜色够不够啊？笔肚上的颜色够了，我们就直接画了哈。好，推过来哈，跟这个前面的花瓣重叠。好，现在笔上如果有一点干的话，我们就补充一点点底色。再来补充一点点深色，这里再来补充一个花瓣。好，现在笔上如果颜色太深了，我们可以把笔去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我们重新调多。来调一点点这个橄榄绿，调一点点这个太青蓝在笔肚里面啊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点绿色，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花型啊，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有一个
画一个花瓣啊，画一个跳出来的这一个花瓣。还画一个正反瓣的这个组合的这种感觉啊。笔尖再来蘸一点点橄榄绿啊。这就是我们就是调整花型，其实就是调整花型啊。这个花瓣让它有点带一点勾起来，然后我们再继续来调整这个花型啊。调整整个花型的时候也很关键啊，笔肚上蘸一点底色，然后蘸一点点这个边上的这个太沁蓝，蘸一点点边上的太沁蓝，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，哪里需要调整啊？反笔去调整这个整个花型。反笔来调整整个花型哈，来蘸一点点太沁蓝进来啊，蘸一点点太沁蓝进来，让它的颜色里面透一点点蓝。好，蘸一点点太沁蓝进来。好，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没有变化啊，把它凸出来一点点这一块。这个最后的花型就要靠自己去调哈，靠自己去调整，就自己的一个这个感觉啊。好，比如说后面这个花瓣啊，也来一点点啊，也来一点点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调的这个是什么颜色？太沁蓝啊，也来一点点太沁蓝，让它呼应一下跟上面的这个颜色。好，让它透一点点蓝出来，让它透一点点蓝出来。好，这朵花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第一朵花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朵花，画在哪里？好，第二朵花我们画在这个地方。第二朵花咱们画到这里啊，画到这里。来，我们画第二朵在它的旁边，画到它的旁边啊。我们开始画第二朵了，来找一朵花，好不好？大家说要看包菜型的，我们画一朵包菜型的，好吧？画这一朵啊，画这一朵的话也要用到一些绿色，但我们会用到一些这个红色，再加一点点颜色进来，把这个盘子先擦一下，还是用这个盘子啊。不另外去弄盘子了。用一点朱砂，大红，朱砂直接到曙红也行吧。朱砂直接曙红，然后用一点点这个。焦茶，这个焦茶再来一点啊，焦茶还有这个赭石也用一点啊，赭石焦茶，然后这个绿色我们还是要用到，然后这个颜色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就直接课程里面直接到时候打在这个主页，我就不写了，第一朵颜色写了，后面颜色就不写了。
我们的客服把这个颜色打在屏幕上，朱砂、曙红、赭石，然后橄榄绿，然后也会用到这个绿色啊，这个绿色也会用到这两个绿色。这两个绿色，一个嫩绿色，还有这个橄榄绿，还是会用到啊。这两个绿色也会用到。好，加这个底色啊，加完底色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然后我们首先来调这个朱砂。先调朱砂，朱砂有的地方我们调一点曙红，有的地方我不调啊，直接朱砂，直接这个赭石，好，我们开始了啊。这朵它画是一个包菜型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是一个包菜型，我们移一下这个画面，让这朵花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画面的正中间。好，来在这里画啊，在这个地方开始啊，它是一个包菜型的。包菜型，我们这个画的话，它要慢慢的包起来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颜色，记得注意这个层次的一个变化。好，层次里面再加层次。来，有的时候我们蘸一点点曙红，再蘸一点点这个，赭石。啊，这笔颜色没有层次啊，这一笔的颜色层次不够好。好，加一点赭石。层次不够好，是因为它的笔尖不够深，所以它的层次不够好。所以我们的笔尖一定要有深色，它的层次才会更好啊。笔尖的这个深色一定要补充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啊，让这个花瓣有大有小有变化。这个大一点，我们带一点勾，让它起来。然后我们真正画的时候，这个花的话，可能不是完全按照我们的这个物象一模一样，它只是一个参照物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它就是一个参照物而已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这个朱砂，补充一点赭石。好，这里有更多一点层次。好，有更多的层次，补充一点点赭石进来。好，让它都包起来啊，包起来。好，这些包起来，这些花瓣也要有这个姿态啊，好，先来补充一点朱砂，补充一点赭石。好，笔尖补充一点赭石，一层层的花瓣。一层层的花瓣包起来，当然这个花瓣一定要有大小的这个变化，不要画成一样的啊，一定要有这个变化在啊。大的旁边也要有小的，小的旁边也要有，再加多点层次，让它层次更丰富一些。好，来补充朱砂，注意它的对比关系啊，花瓣的一个大小的对比关系。那这一块的花瓣已经很丰富了，已经也很多了。我们这个口，既然是包菜的，我们就要一起把它包起来。
好，包起来的再往中间包一点啊，再往中间包一点。中间越到中间会越来越红一点点啊，颜色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这一朵花的它的一个变化。这一层的这个花瓣它更窄一点点啊。来，继续来补充一点朱砂。这个花瓣让它稍微的伸出去一点点啊。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前面画了一朵这个豆绿，牡丹花的豆绿，你们看过吗？亲爱的家人们，豆绿，豆绿是我们的4大花王之一的豆绿啊，4大花王之一的豆绿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这个朱砂，补充一点赭石。可以，这个时候可以来一点点绿了啊，慢慢的到边缘来，又带一点点绿这一朵花。好，你看又带一点点绿啊，这里又跳出来一个，我们要包起来也要有跳出来的这个花瓣，整个花才会更加有这个姿态，才会更加灵动一些。我们要把这个花的这个姿态画出来，我们不能把它画死了啊，画死板了，哎，画不动了，笔肚上太干了，画不动了。我们要加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加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再跳出来一个。好，这个包起来基本上可以了啊，基本上就画这么多。我看一下这里要不要再来一点点，要不要再来多一点层次呢？好，这里再来一个啊，再来一个，可以了。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？就要补充所有的正瓣啊，补充所有的正瓣。这是一个搭一个架子，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包菜型，包菜型的牡丹花是一个最常规的一个牡丹花啊，最常规的一个牡丹花。好，补充正瓣的时候，我们的颜色要稍微的再深一点点。好，笔上还有水分的情况下，我们直接先调这个朱砂。调朱砂，需要调大红的地方，我们加一点点，这个不是大红，这个是曙红啊，曙红，然后再调一点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赭石。来补充正瓣，补充正瓣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填充这个缺口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感觉颜色不够深哈，不够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焦茶色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加一点焦茶色，然后补充正瓣，你这些缺口里面只能小心翼翼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没有办法大笔一挥，你不像画这个绣球型的，你看这个绣球型，我们就更加自然，更加放开，更加用笔，更加流畅，更加这个随意一点，但是我们画这个包菜型就慢下来了，我们的用笔我们的这个速度就只能慢下来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正反瓣的这种感觉把它体现出来呀，是不是？我们看画什么花型哦，画什么花型，怎么去画？我们有多少种花型？哪一些花型比较形象的几种花型啊？这个包菜型是一个基础型，然后就是这个塔式的，还有这个绣球型，还有太阳型啊、银耳型啊，这些花型都有哈。每一种花型我们在基础课程里面都有一个详细的分解，所以说你们看了分解之后，
看了分解之后，基本上都能画出来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只要认真的把我的基础打扎实了，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画出来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最深的深色的部分把它补上了啊，补上了这个赭石，还有这个焦茶色。好，这个地方只能小心一点点啊，没有办法大笔一挥的时候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多补一点红色进来，那就多加一点点这个曙红和这个赭石，然后这一部分啊，这一部分需要红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曙红，多加一点曙红进来，还是一样，把这个缺口里面颜色的层次把它体现出来。好，来加一点曙红。好，来补充这个正半啊，反半里面补充正半。来，我们补充底色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我们现在补充的是朱砂和这个赭石。如果万一我们的笔上的水分太多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纸巾去吸掉一点点哈，要控水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来补充这上面的这个花瓣，越到边缘这个颜色会越来越浅，看到了吗？颜色会越来越浅一点点。来，我们越到中心的地方，这个颜色越来越深。好，来补充一个这个花瓣，补充一个正瓣出来。侧锋行笔，笔尖沿着前面的一个花瓣走。那笔肚的话可以按下去，有一点提升，有一点提按的动作，让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有一点点这个缺口出来，不要直接一笔划过来，让它圆乎乎的，这样子它也不好看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我们来继续来哈，继续来补充。好，侧锋。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赭石，这个好像颜色还稍微浅了一点点，可以加一点点。当你觉得颜色太浅了一点点，可以加一点点焦茶进来。好，这里也可以出来，然后停一下，然后再走啊，停一下再走，让这个花瓣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变化，有一点点缺口。好，我们基本上这些所有的花瓣都基本上都补上了啊。
还有这些伸展开来的没有补。那伸展开来，我们要让这个花慢慢带一点绿色。那么我们先还是调这个朱砂哈，先还是把这个朱砂调在这个笔肚里面，然后我们去调这个嫩绿色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嫩绿色不要调太多了啊，小心一点调，不要调太多绿色，调一点嫩绿色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橄榄绿，调点橄榄绿，笔尖还是要蘸一点焦茶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笔尖蘸一点焦茶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小写意为什么叫小写意？小写意就更加具象一点，去表达这个物象的这个真实性，它就像油画一样，去把这个真实的物象去表达更加具象一些。那我们国画中也有这个大写意和小写意的区分。大写意我们就概括性一些，就是概括性的去表达这个物象啊。那我们的小写意就是具象的去表达这个物象的一个特征特性。当然，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有变化，一定要注意这个画理关系，它要有变化，要有这个什么变化？整朵花，我们在画一朵花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，有大小的这个变化，有这个颜色有深有浅，然后这个物象有虚有实，这个是我们一朵花要注意的这个变化，好不好？我们记得哈。这个花瓣我们就直接大一点啊，直接把它包过来，包到前面这个花瓣过来。然后这个笔上的这个颜色，如果笔尖上的这个颜色不要成一条线哈，不是这你看这个绿色啊，这个绿色就有一点呈现了，就是颜色还调的不够均匀，有一点点不够均匀，但是还好。然后甚是留着这个笔上的这个有一点点深色，可以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。这样子表示这个花瓣有一点褶皱的这种感觉啊。回笔的时候不要太深的颜色啊，有些家人们回笔的时候用特别深的颜色去回，那么这个花就不好看了，知道吗，亲爱的家人们？所以回笔的时候一定笔尖颜色少的时候才去回，深的时候你要从外面的把这个笔上的颜色要沾掉一点点再去回笔啊。来，我们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来补充一点底色啊。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。来，先调朱砂。来，笔尖上要调一点点这个焦茶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画这边的花瓣颜色稍微的深一点点啊。好，这里补充一个，再来一个啊，再来一片，再来补充一点点焦茶。好，这一个花瓣可以大一点点啊，大一点点，包过来，包过来。当然，这些缺口我们也可以再补充小的碎花瓣。当然，我们到最后的话，我们在调整花型的时候还要再去调整。我们现在只是把前面想要画的这些花瓣都画上，后面我们再去调整整个花型。好，我们继续，还有这一片花瓣，这一片花瓣的颜色很关键哦。我们要用什么颜色画这上面这一片花瓣呢？上面这一片花瓣的颜色肯定是更浅一点点。我们先要有底色，笔肚里面要有底色，底色要充足，因为这个花瓣很大啊。来，补充了底色之后，补充一点点嫩绿色啊，补充一点点嫩绿色。我们上面的花瓣加一点嫩绿，一点点嫩绿。
好，来这个花瓣大一点哈，大一点。整个笔肚按下去啊，提起来，然后再按下去。为什么按下去、提起来再按下去？因为我们要这个缺口呀，我们要得到这个缺口，让这个花显得更加自然一点点哈。这个花瓣的颜色会更浅一点点，我们在这后面再来一点点啊。好，稍微有一点点齐，感觉啊，感觉这个花瓣有一点点齐，这个缺口有一点齐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再加宽一点点，再加宽一点点。好，这是一个大花瓣，你看这个大的和这个小和这些小花瓣，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关系啊？这就是大小的对比关系，大花瓣、小花瓣，大的就要有更夸张的表达方式去表达它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颜色啊，补充一点朱砂，然后我们要这个把这个真实物象的这个大小对比，让它更加夸张一点的去表达出来，然后再来一点点这个橄榄绿，再加一点焦茶。笔尖加点焦茶，你看这个颜色，每一朵花瓣，每一片花瓣的颜色，它都会有一点点区别哈。好，这里先来一个花瓣啊，背后花瓣走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有一点点，这个笔要有一点点，这个笔不要直接画一个圆乎乎的出来，我们要停顿一下。停顿一下，让它出现一些不规则的这种形状，这个花瓣才会更像、更灵动一些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后面的花瓣啊，继续来补充后面的花瓣。来，再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，因为要画这个大花瓣啊。好，来补充了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先调一点点朱砂哈，先调一点朱砂。然后调这个嫩绿色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调这个嫩绿色，调一点点这个橄榄绿啊，调一点点橄榄绿，可以加一丁点焦茶，加一点点焦茶，焦茶不要太多了，加一点点焦茶。调色非常重要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学会了调色你就成功了一半了啊！好，这个来一个大花瓣啊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个大花瓣继续延伸啊，往上延伸。大花瓣的大和小花瓣的小。那这个花的话，它就跟前面这朵花有重叠了。但是这朵花在后面，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去，所以画的时候这个得要小心啊，一定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遮住了我们前面的这一朵花。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小心翼翼的，没办法大笔一挥哦。好，这个花瓣的话，我们再往后延伸啊，大一点啊。来，这个大花瓣的大，好，这个大花瓣的大啊，这个大花瓣就是这么大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再怎么去补充花瓣好看啊。这边再怎么补充呢？这边我们先来补充一个反瓣吧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先来补充一个小反瓣，让它卷起来啊。好，这里来补充一个卷起来的一个花瓣，好不好？补充一个卷起来的花瓣。来，我们再继续调色啊，调这个朱砂，调这个绿色，调这个嫩绿色，调嫩绿色，然后调这个橄榄绿，调这个橄榄绿，然后还是一样调一点点焦茶色。哎，焦茶要调均匀哦，看到笔上的焦茶不够均匀，一定要颜色一定要均匀。
好，来一个卷起来的一个花瓣啊，稍微有一点点卷，但是这个花瓣的颜色稍微深了一点点啊，要更浅一点会更好一点哈，要更浅一点会更好。基本上这一朵花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再来哪里再来调整一下这个，哪里再来调整一下，看一下还要不要再延伸花瓣啊？这边就不延伸了啊，不延伸了。看一下这里再来，要不要再来补充一点点啊？补充一点点花瓣进来。好，加一点点焦茶进来，这里再来补充一点点，补充一个层次进来。来，再补充一些碎的花瓣啊，再加一个层次啊，加一个层次。这个时候就是调整这个花型的时候啊，花型特别重要啊。感觉画了一个反瓣在这里啊，调整一些碎花瓣。好，这个花的话，这朵花的话也可以了。那这两朵花在一起，哪朵花好看呢？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把这个中心再画上啊。中心我们用最深的颜色，用这个曙红和这个焦茶，用这个曙红和这个焦茶，把这个中心的地方，把这个中心的地方把它画上最深的颜色。